那么上节课呢是浅贴甲片，这节课呢是我们的高位半贴用的甲片。我们来学习半贴、高位半贴如何操作。挑选甲片一样啊，我们宁大勿小，然后要确认它完全包裹住作为 AB 点，像这个样子它就是大了，看得见吗？那么我们就看一下指尖的型号5号，那我就拿小1号的，然后再来比比看。这个小1号来看，我们还要抬起来去进行服贴。为什么要抬起来进行服贴？因为顾客的这根食指它是一个下钩甲，所以我们抬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完全包裹住左右两边 AB 点，这个就叫做完全包裹住左右两边 AB 点了，就 OK。挑选合适的甲片，然后找到指骨中心线和我们甲片的指尖，它们要是同一个朝向。下钩甲我们就要抬起来进行服贴。各方面都确认好了之后，我们进行贴甲片的动作。贴甲片，首先我们贴甲片的时候容易出现甲片剥落的现象，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你内部没有刻膜，所以我们要在服贴的面积范围都进行打磨头的刻膜。看像这个样子，这个是本甲刻膜头啊，如果你有纱圈也可以，但是由于这个本甲刻膜头比较小，像你比较小号的甲片，比如说10号、11号，我们都可以轻松自如的进行刻膜的。我再拿一个甲片刻膜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打磨机的转速开到4，然后呢，我们的打磨头放上去往外拉，这个样子往外拉的走线，然后进行甲片内部的刻膜。打磨机转速不要开太高，这个样子甲片内部充满划痕的情况下，我们的服贴就是更牢固的。那么我们本甲呢，就是做好前处理，然后做好刻膜的状态下，我们再去贴甲片。用的是这款3合1建构底胶，它的3合1分别是贴甲片，然后操作底胶，然后操作建构。我们取适量的3合1涂抹在甲片内部，左边右边都要涂到。然后呢，我们后缘刮薄一点，指尖的这一块，因为它是下钩甲，我们要抬起来贴。那么我们想要这里的胶相对充盈一点，才能填补住刚刚的空隙，明白吗？所以是稍微指尖服贴的地方，我们要有一点点胶的厚度。接着我们去进行贴附，贴附的时候，你看哦，我们是这个样子，抬起指尖，然后从根部开始慢慢的往下服贴，慢慢的往下按压，压的过程慢一点，就可以像这个样子把气泡完全排出来。然后压也不能压得太下面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顾客是下钩甲，所以我们要把握住它的往下压的这个力道。好，确认好我们要往下压的角度了之后，让顾客拿手持灯照60秒。好，照灯完成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样子就贴直了。然后再从侧面去观察，它的下钩甲就没有往下勾了，是被抬起来的状态。然后接着它的这个指心这里还是有微微的一点点空隙，看得见吗？这里没填满胶，防止后期这里藏污纳垢，还是要把它填满来。我们就用大笔像这个样子，把缝隙填满的同时，把底部涂抹上我们的底胶，整体薄涂，不要有过多的厚度啊。道理跟上一节课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底下想要它相对更干净，而且缝隙里面不得绿脓杆菌的情况下，一定要去涂抹这个底胶。涂好了之后，我们伸到大灯里面去照灯60秒。照灯完成之后，我们先擦去底胶的浮胶，然后我们进行打磨修形，减去长度。这个是一个尖圆形啊，我们基本上简单的修一修，它就会变得很漂亮。找到左右对称的变形点，我给你们先划了一刀啊，这里一个变形点，然后这边是左右对称的位置的变形点，然后我们就是从变形点开始往甲片的中心点进行磨弧线的操作。好，到中心点就停下来了。我觉得这边的弧度 OK 了的情况下，我在眼睛看着我刚刚先磨的左边去调整右边的这一条弧线，也是起始点是跟它对称的变形点，收尾点磨过来的这条弧线就是我们甲片的中心点。注意打磨修形的时候要按压住顾客的甲床，不要让顾客觉得不舒服。好，然后侧边我们去掰开一下贴附在甲面上的胶，这个直线稍微修一下下就可以了，跟我们本甲的侧线做一个衔接。这边也是的。好，我们倒过来检查一下，
是不是相对左右对称的？看啊，左右对称 ，OK 了的情况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正常或者是下钩甲的高位半贴的贴敷方法。然后这个呢是什么呢？它是一个扇形且扁平的指甲，跟这个又不一样了，它是不是更宽更扁，然后偏扇形？像这个手指头，我们应该如何去贴敷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首先第一步也是挑选合适大小的甲片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我拿了个6号，小了我们就去挑大1号，或者是小特别多就去挑大2号的。我们的6号小了还挺多，我就拿一个3号过来试一下，把它轻微抬起来的状态下，左右两边 AB 点完全包裹住，就是刚刚好。但是你看它相对扁平，我们这个样子去贴，从侧边看，它就是往下勾的，然后抬呢，就会发现这一块后缘的这个弧度挡住了我抬起来，我并不是很好抬，理解这个细节吗？所以是说我就可以把这个弧度用小剪刀给它剪掉，看明白没有？然后我再去服贴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它非常好贴了，它非常容易服贴住了，明白这个细节了吗？我们后缘是可以修剪的，修剪好了之后，它左右两边微微的大了一丝丝，我们就捏住它，然后轻轻的稍微打磨一下下，然后去服贴看看。好，这个样子就是刚刚好的一个状态，包裹住左右两边 AB 点。那么同样，我们要去刻磨底部，清洁灰尘，用我们的3合1建构底胶。这个手指头它是扁平的，我们要微微的有一点点亮，但是不是像下钩甲那么多啊。好，我们去按压服贴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半贴，以包裹住左右 AB 点为准，缓缓的下压。好，同样贴敷好了，让顾客用手持灯照灯60秒。照完灯之后，看我们的半贴就服贴 OK 了。然后一样的，我们要来去填底部。用底胶去涂抹底下，防止甲片泛白。指尖反正就是要剪的，所以我就直接不涂了。你看，我们要用到的地方啊，都涂满了底胶，然后我们去照灯60秒。一样，底胶照灯完成了之后，我们用酒精先擦掉底胶的浮胶，然后减去多余的长度。这边用手轻轻的掰一下，让胶和肉剥离啊。梯形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先修指尖直线，纱条不要躺下来。看，像这样子磨，我们就会先磨到底下的这个尖尖，你就会变成一条往外凸的弧线。所以纱条不要躺下来，完全90度垂直于我们整个甲片。这个样子去拉我们的指尖直线。好，倒过来确认一下，指尖直线是不是和我们后缘平行的？然后直接在倒过来的状态下啊，我们进行微调。指尖直线磨直了之后，我们正过来去拉指甲的侧直线，纱条卡在底下啊，然后手要盖住甲床和甲片，这样2个都盖住。然后卡住它，去拉底部直线。梯形最重要的是这个小尖尖啊，虽然是说大部分的顾客不是很喜欢，但是你想要梯形高级的话，这个尖尖要保留下来。然后修梯形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甩纱条，不要荡纱条，卡住侧直线，来回的拉短直线，停住就停住了，然后慢慢的离开，这个尖尖就会在。你如果有坏习惯，轻轻的一荡，这个尖尖就没了。那当然顾客不想要，你是可以给它磨掉的，明白这个道理吗？然后梯形容易修成左右不对称，就是你这个2条斜直线往内斜的这个角度不同，看上去就会歪。所以这个往内斜这个角度，那么这边是不是要再往内斜一点点？理不理解？要去看左右对称哦，看这条斜直线左边往内收的角度和右边往内收的角度是不是对称的，这样你修出来的梯形才会漂亮。
用海绵抛细的这一面把这个底下的屑屑抠掉。好，抠干净屑屑了之后，我们还是同样绣完甲型要习惯性的倒过来确认一下。倒过来才是顾客的角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倒过来确认一下。好像这个样子左右对称 OK 啦。刚刚修的叫做我们甲片的底部轮廓线，现在我们要打磨甲片台阶。左边这个叫做高位半贴，右边这个叫做半贴啊。然后用的是这个啊，我们的金刚棒头。打磨机的转速开到15左右，我们去打磨我们两边的厚度。服贴处左右两边的这个厚度，我们要把它磨薄，只是磨薄，不是让你把它磨断啊。然后我们磨的是甲片，不要磨到顾客的本甲甲面了，这些细节大家都要注意一下。好，然后侧边的这个厚度，我们也稍微收一下。指尖的厚度，我们也给它磨薄一点点。我现在只磨了左边，我把这个屑屑抠掉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对比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指尖的这个厚薄度，好像有点不聚焦，这样看得见吗？左边没有打磨，它就是微微的有一个半毫米的厚度；右边打磨了之后，它只有一丝丝，你看甲片只有一丝丝的厚度。我们磨成右边这个样子。两边的厚度，指尖的厚度磨完了之后，再去磨这条棱，这条棱轻轻的带过一下就可以。我们贴的是相对服贴的嘛，好，像这个样子就打磨 OK 了。然后我们磨另外一边，同样啊，两边左右两边的厚度，然后指尖的厚度。后缘和本甲衔接的地方，好像这个样子打磨好了之后，我们清洁干净，然后用我们的海绵抛粗的这一面啊，给甲片进行刻磨。再用细的这一面磨一下底下的小屑屑。像这个样子，贴甲片的步骤就都完成了。然后我们清洁干净桌面和指甲的所有的灰尘，好，粉尘扫干净，酒精清洁干净，就是像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。接着我们来涂抹底胶，不靠近皮肤的地方，我们就快速的大面积的涂抹；靠近皮肤的地方，慢一点点，轻轻的推，推到尽量靠近皮肤，但不要触碰到皮肤。然后整个侧线完全包裹住，然后包边包一下，左边往下刮，右边往下刮，像这个样子包边啊。照灯60秒，底胶照完灯之后，我们用延长胶进行建构，整甲面薄涂延长胶。包边包一下，然后取适量的延长胶，放在后缘，顾客手指头指尖朝下啊，往指尖带，然后换小笔，哪里凹陷把胶拖到哪里去。好，像这个样子，然后倒置一下，
调整一下高点，高点在整甲面的1/3处，后缘的1/3处啊。好，正过来看一下它的位置 O 不 OK， 有没有地方是空的？然后再倒过来一下，再正过来。好，我们来看整体的胶，好 OK 了。然后我们升到大灯里面去照灯60秒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是没有塑形的，直接用延长胶做建构做出来的一个甲型，看得见吗？然后把浮胶擦了，我去操作另外一根要做塑形的手指头。这个是擦完浮胶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没有塑形，只是用延长胶做了建构。你看延长胶的厚度达到了之后，你去压它，它是整体都不会变形的。然后从侧边去看它的这个，它是有烹润度，看得见吗？有烹润度，但是它并不是凸起的一个状态。但是整体的厚度啊，两侧也有厚度，然后中心就更厚，这样你的延长的硬度才会达得到。顾客本身指甲比较瘦的，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做塑形的，明白了吗？这个就是建构延长啊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做塑形延长，同样先涂抹底胶，远离皮肤的地方快一点，大面积的涂抹。稍微用力一点，让你的底胶压入到，让它嵌入到我们的划痕里面，抓附力就会更牢。然后靠近皮肤的地方，笔上的一点点余胶去往后推，不要留甲沟啊。慢一点，慢一点点的去推，不要碰到皮肤。整个侧线要涂满。扇形甲中间这个区域会胖一点，但是我们还是也是一样要涂满啊。稍微留了一点，就用我们的榉木棒轻抠一下，然后我们刀边左边往下刮，右边往下刮，指尖往下刮。好，像这个样子去照灯60秒。底胶照灯完成之后，同样我们用延长胶进行建构的涂抹，整甲面薄涂，找范围。接着我们去取适量的延长胶去做塑形。想要做塑形的话，胶稍微要比建构的胶要厚一点，因为塑形的话是要打磨的，而且两边的胶一定要够，我们夹完之后才箍得住肉啊。然后我们去铺胶，一样换小笔，调整一下胶量。好，像这样稍微倒置一下。那我们胶的整体厚度，高点在后缘的1/3处。然后正过来，让它稍微留一下，留到两边宽胖一点，两边要有胶。没有胶你就再用笔带过去一下。我们的胶要是中间是最厚的，然后最宽的，照灯10秒左右啊。顾客烫了就让它拿出来，左右拿出来测试一下，碰一下指尖，然后碰一下两边最宽处。好 ，OK， 它不会变形了。那么我们用酒精擦一下浮胶。好，它现在是这么宽的，看得见吗？这里最大。擦完浮胶之后，我们要夹的就是这个最宽处，我们的塑形夹这个样子去夹它。然后缓缓的施力啊，不要一下子太用力。顾客如果甲床比较敏感的人，可能一下子塑形就会夹得很疼。缓缓的用力，然后拿开看一下，夹的够不够瘦，然后问一下顾客你疼吗？不疼啊，疼了说。同样塑形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沟通的流程啊。如果顾客觉得疼，我们就不能再去硬夹了。你看一夹，它已经瘦了一大圈喽，看得到吗？整个收进去的状态。好。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知识点啊，这个是 V 型塑形夹，我们的 T 型就是要用这一种。然后学校还有一款平行塑形夹，就是专门用来做方形的啊。捏住它，然后这边如果指尖有空隙，你想要指尖收得更紧一点的话，我们可以去捏指尖，看像这个样子进行塑形，看得见吗？好，
然后夹到你觉得合适的胖瘦的程度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让顾客用手指灯，你夹着塑形夹，让顾客帮你一下，用手指灯照射60秒。好，灯灭了，我们拿下来看一下，看哦，它就这个效果，看一下，回想一下刚刚的镜头，我把刚刚的镜头放到左边给大家对比一下，这个是夹完塑形夹完之后的一个状态，整个就是变成叉叉 S， 就是你在做建构，其实来回顾一下啊，虽然2个都是用建构的手法涂抹的，对不对？我2个手指头都是用建构的手法涂抹的，但是我们塑形的这个，它一开始是这样，两边是这个样子糊出来胖的，理不理解？两边胖出来，然后我们去给它夹瘦了的同时，用手指灯照灯固定住它，这样才叫做塑形。建构的胶两边是薄的，看得到吗？这个平滑度啊。塑形呢，照完灯之后它是胖的，夹完之后它才是瘦的，理解这个区别了吗？好，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铺胶的时候摊开来的区别以外，还有一个，我们塑形基本上两边就会宽胖一点点嘛，然后我们就稍微打磨一下下。塑形伴随着我们就是需要打磨修形的，拿的也是这个打磨头啊，我们打磨甲片阶梯的打磨头，先把两边的这个宽度往内收，先去磨侧直线，甲床两边的侧直线啊，后缘的衔接处，然后再去磨这个面上的这个斜直线。如果你要想做特别完美的高级形态的话，我们就是要进行塑形的，塑形完之后再进行打磨修形。指尖往下落，你看指尖往下落的进行打磨，指尖薄一点点。整体厚度磨好了之后，再拉一下底部的直线。好，然后我们清洁一下。好，清洁干净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左边的这根食指是无打磨快速延长的建构延长。然后右边呢是顾客本甲条件不好，或者是追求高阶甲型的塑形延长，两种操作技法。那么我们如果没有打磨到这个后缘，你看这里还是有一点反光的，看得见吗？没有磨到后缘的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和它一样，都是可以直接去操作目标色和快式的。好的，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喽。大家有任何不懂的问题，可以去老师的视频底下留言哦。拜拜。